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佛历7月上初四。万象小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4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3基普，跌幅0.1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3.9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08基普，涨幅0.6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5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16.73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38点，跌幅0.3%，开盘1123.35点，最高1124.15点，最低1116.19点，成交量336万6700股，成交金额56亿1879万5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90基普，交易量318万94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90基普，交易额53亿9401万4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01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9万基普，涨幅0.2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2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79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79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36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5月29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双方高度评价老挝与日本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2025年不仅是两国建交70周年，也是日本向老挝派遣志愿者60周年。会谈中，双方对日本皇室爱子公主即将于11月访问老挝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通伦西苏里主席感谢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老挝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通伦西苏里主席还宣布，自6月1日起，老挝将把日本普通护照持有者的免签停留期从15天延长至30天。石破茂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支持老挝在各领域的发展。二、战塔五里线启动2025年植树活动。5月29日，战塔五里县农林办公室在万象中学举办了2025年植树活动，战塔五里县县领导出席了活动。县长乔帕瑟塞潘亚在致辞中表示，每年6月1日是老挝的全国植树节，旨在培养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和保护森林及自然环境的意识。活动中，战塔五里县农林办公室主任与万象中学校长共同签署了树木保护协议，随后一同种植了120棵树。三、老挝通胀率持续下降。老挝央行办公室主任帕努萨克肯冯帕站近期报告，老挝通胀率持续回落。2025年5月通胀率为 8.3%， 低于4月的 11.1% 和3月的 11.2%。为稳定物价，老挝央行继续实行由国家管控的市场汇率政策，将汇率波动控制在参考汇率的 6.5% 以内，并持续购入外汇以增强国家储备，满足必要商品进口。在货币政策方面，老挝央行通过多种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老挝基普基准利率维持在 10% 不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老挝基普 8%， 外币 11% 不变。老挝基普法定存款准备金中债券比例维持在 10% 不变。四、
助力老挝儿童阅读，营造光明未来。近日，老挝儿童爱心协会办公室主任苏拉菲维拉冯女士向媒体介绍，该协会作为非政府组织，自1982年以来致力于促进老挝儿童教育。他们已出版230多部老挝语书籍，总计逾95万册，涵盖图画书、民间故事等多种儿童读物。此外，协会支持在学校建立爱心阅读室，并向全国小学和中学分发了3000多套书籍，以提升教育质量，鼓励学生发展阅读和表达能力。尽管如此，图书馆工作在技术和人才方面仍面临挑战。热爱阅读的公众可前往位于万象市塞瑟塔县沙潘莫村的老挝儿童爱心协会的爱心阅读室，其藏书丰富，涵盖各类题材，并提供英语、泰语、日语书籍。5. 阿达颇省发生姐夫奸杀小姨子恶性案件。阿达颇省公安部门近日披露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家庭谋杀案。40岁的詹塔翁因涉嫌强奸谋杀其17岁的小姨子哈特，被警方带回现场进行案件重演，以核实其供词。据詹塔翁供述，2月28日下午，他独自在家时，看到小姨子哈特在岳母家玩手机，遂心生歹念。他趁哈特不备，用运动裤勒住他的脖子，并用手和膝盖压制，致其失去意识。随后，他强行与哈特发生性关系，并拿走了64万基普现金和一部手机。3月1日凌晨，詹塔翁被捕。目前，此案已移交检察院，等待法院依法判决。6. 金三角经济特区讨论安装反人口贩运宣传牌。5月28日上午，波侨省敦煌县金三角经济特区公安指挥部举行会议，讨论安装反人口贩运宣传牌事宜。会议由金三角经济特区公安指挥部副指挥长赛亚彭端马尼主持，公安部打击人口贩运局副局长维昂孔班占塔冯出席会议。会议期间，赛亚彭端马尼指出，人口贩运是一种严重犯罪，侵犯了人类基本权利，直接损害受害者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是一种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丑恶现象。鉴于此，负责小组已计划研究并在关键地点安装反人口贩运宣传牌，宣传牌将使用老挝语、中文、英语和缅甸语4种语言。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讨论并勘察了5个宣传牌的安装地点。7. 祝贺老挝球员随东盟全明星队战胜曼联夺冠。5月28日，2025马来西亚银行挑战杯足球友谊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5级加里尔体育场举行，对阵双方是英国曼联队和东盟全明星队。这支东盟全明星队是由来自东盟各国球员组成，其中包括老挝球员温帕张问贡。最终，东盟全明星队凭借缅甸前锋莫莫温在第71分钟的进球，以1-0战胜曼联队，成功夺冠。赛后，双方球员展现了友谊精神。东盟全明星队的球员们与曼联球员近距离互动，合影留念，交换球衣，在球鞋和球衣上签名，场面温馨。8. 万象市一个十字路口电线垂落，存在事故隐患。据5月29日当地驾驶员拍摄的图片显示，在东盟大道河东巴萨村十字路口有电线松散下垂，这种状况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导致交通事故，请过往行人及车辆注意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